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肖战的就是人物这本书，然后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清楚嘛。封面人物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肖战时间的答案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，读一下。肖战一直觉得呢，自由和自我都是中性词。过去的他可能更在意别人的判断，现在的他更希望听从自己的声音。命运是不可控的，但是可控的是自己。所谓自由，是拥有了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，或快或慢，或漫步或执行，都由他说了算。缰绳不在任何其他人的手上，缰绳在肖战的手上。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一张照片。然后呢，这边又是他的一张照片，大家可以看到。然后这里聊到了自由时刻。2023年，在很长一段日子里，肖战都和他的演员朋友文森特待在一起。他一直记得他俩初次见面的场景。文森特很高，脖子特别长，浑身都是肌肉。阳光照着他的皮肤，发出红色的光。他昂着头，非常优雅，谁也不理睬，就这么骄傲地走进了马场。没错，文森特是一匹马。不一会儿，文森特突然开始撂蹶子，经过别的马匹时，不管不顾，先踹上一脚，再疯狂地绕着马场奔跑。我当时都傻了，肖战说。他指着文森特望向马术老师，你确定吗？马术老师很冷静，没错。文森特是从1000多匹马驹中被挑出来，成为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的演员之一，饰演大侠郭靖的坐骑小红马。对男主角郭靖的扮演者肖战来说，骑小红马是成为郭靖的第一步。这是两个演员共同经历的一场考验，相互摸索，相互试探，相互突破对方的边界，最终达成相互的理解和信赖。文森特很聪明，他几乎是马群中最聪明的一匹，有自己独特的偷懒方式，常常跑着跑着不动了，肖战俯身在他耳边劝小红再跑2圈行不行？小红不睬他，小红不想走，谁也劝不了。小红不开心时会直接撅起马屁股，把人狠狠甩下去。时间和等待是肖战能够付出最多的东西，没有更多的办法。他说小红马不愿意，他就停下来。在小红马愿意接纳时，他就花更多时间去磨合，去训练。渐渐的，小红马和肖战达成了一份默契。他知道每天只要完成了训练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。后来拍摄的间隙，肖战也不忘拿胡萝卜喂小红马，奖励一下自己的搭档。如今在谈起和小红马的相处，肖战说他觉得很快乐，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，自由的飞驰，自由的去了解另一个物种的情绪、个性和习惯。他们朝夕相处，彼此信任，最终成为朋友。2023年夏天的2个多月间，肖战过着这样的生活：清晨6点多起床，7点多出门，穿过北京6环，往郊区的马场去。遇上堵车，光是路程就要花将近2个小时。那种状态就像上学一样，上午骑马，下午武术，有时一天都是骑马，还有体能训练。1周能休息1天，偶尔2天。回到家后，只要时间富裕，他还会继续做力量训练。导演徐克对待《射雕英雄传》严谨又特别，要求演员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到这样一段半封闭的日子里。饰演黄蓉的女演员庄达菲记得，肖战会带着演员们加练，因为之前有过锻炼的基础，相对专业。体能老师会让他带着大家来做热身和拉伸运动，有一种同学们一起上课，班长带着我们训练的感觉。那段时间极度的疲惫让肖战每天都能很快入睡，这是他感受到另一种自由，关于创作一个新角色的自由。我们问肖战，这5年你们有没有特别自由的瞬间？他的回答是，在剧组的日子里最让我感到自由，去往马场的那条路很长，也令他愉悦。导演宋小飞也见证了这段日子，那时候他俩组合的骄阳伴舞，到了后期剪辑阶段，
他知道肖战因为后边的戏每天特别忙，健身、骑马、射箭，偶尔也会跟他说腰背疼痛，但是他发现肖战身上有了一种更松弛、更自由的状态，不太在乎脸上是不是蹭了点脏东西，是不是出汗出油了，他更在意的角色是不是准确。当我们聊起这未见的5年，肖战会用每一部作品标记年份。2020年拍摄《王牌部队》，2021年是《如梦之梦》与古谣，2022年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骄阳伴我，2023年是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，2024年是《藏海传》。一部接一部，他带着好奇去接近那些人物，一些不重复的、更复杂的角色，并在其中找到不同的人生答案。和徐克导演合作，肖战总是带着一种恭敬。2年前第一次见面，他甚至没有问徐克为什么找他。告别时连期待合作都没敢说，怕显得唐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才知道徐克想找他演郭靖，但合作为什么是从小红马开始？或许我们在《射雕英雄传》原著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小红马至于郭靖是伙伴，是战友，也是家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原著中就有郭靖和小红马的桥段，是郭靖很重要的一次成长转折，也是郭靖修炼了全真内功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。他的勇气、专注和超长的耐力，使得江南七怪重新认识了这个徒弟，并帮助他成为侠之大者。关于郭靖和小红马，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：那小红马狂奔乱跃，在草原上前后左右疾驰了1个多时辰，竟是精神愈来愈长，众牧人都看得心下骇然。那老牧人跪下来喃喃祈祷，求老天爷别为他们得罪龙马而降下灾祸，又大声叫嚷，要郭靖快快下马。但郭靖全神贯注地贴身马背，便如绳子牢牢缚住了一般，随着马身高低起伏，始终没给摔下马背。与郭靖结缘的肖战也能意识到，这似乎是郭靖人生之路的隐喻。无论命运如何高低起伏，他不会被甩下马背，他牢牢地握着缰绳，用一种看似笨拙但谁也无可替代的方法步入了江湖，成为一代大侠。当肖战结识了属于他的小红马文森特后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他也会有自己的答案。人在江湖，伤痛和意外无法避免，只要紧握自己的缰绳，他总会等来自己的自由时刻。好，这是这边的一篇，因为它后面还有，我看一下。再一个就是肖战和5号病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，很复杂，也很具命运感。人待着待着就被成全了，待着待着又被打击了，天真的茫然。自由时刻来临之前，几乎一定会有一段长久的搓磨。那是一根长长的桌子，30多位演员坐着，开始了那个春天第一次的剧本围读会。这出话剧已经上演了超过20年，有人从首演就在了，也有许多演员是新来的。每个人都要自我介绍。轮到肖战了，开口之前，他大脑中不停地蹦出无数的猜想。天哪，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菜鸟，他们会不会觉得这孩子是怎么来的呀？他一边紧张地想，一边用不大的声音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”3年后呢，向人物回忆这个场景时，肖战评价当时的自己完全的非常的不自信。那是2021年春天，肖战被邀请出演央华版《如梦之梦》，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话剧舞台，并出演该戏的灵魂角色之一5号病人，一个被他视为非常神圣的角色。大学参加艺术团时，肖战就听说过《如梦逐梦》，他知道那是一场关于生死、无常与轮回的戏，便对他产生了好奇。如今换他来演，我是不敢相信的。自己既不是科班出身，又没有话剧表演经验，凭什么挑起这么重要的角色呢？但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了，他接下了邀约。5号病人的故事继续吸引着肖战，那是一种极致的复杂命运，
孩子过世，妻子消失，自己又忽然染上了怪病，备受折磨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决定远行，去环游世界。在法国巴黎，他遇见了爱人，也遇见了另一个人的谜团。接下来的余生，他都在寻找答案，寻找人生的谜底。肖战出演央华版《如梦之梦》的5号病人一角，是总制作人王可然的决定。在2019年之前，王可然从未听过肖战这个名字，第一次知道他是因为他们偶然入住了同一家酒店。他从旁人那儿听说有位很火的演员叫肖战，也住在这里。2020年，王可然四处寻找新版的5号病人，一位朋友告诉他可以关注肖战。王可然认为，一个人命运中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无常。几年前，他就告诉过人物，肖战和5号病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，很复杂，也很具命运感。人待着待着就被成全了，待着待着又被打击了。那年7月，王可然找到了肖战，邀请他和剧作家万芳进行一场关于戏剧的对谈。实际上，他想观察一下这位青年演员。几年后，肖战将一份长长的采访提纲递过来，这让王可然感到触动。他告诉人物，选择肖战不仅是因为肖战对文字的敏感、深度的勤奋，更重要的是，那次与万芳的对话中，他关注到肖战身上散发出一种天真的茫然，一种独属于5号病人的特质。他想探究这种天真的茫然从何而来。我很奇怪，一个人在剧烈的冲击中，个人的灵魂是一定感到茫然的，而且这种茫然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剧烈。王可然说，那时候的肖战的确是茫然的。2015年，他因选秀节目踏入演艺圈，从一名普通设计师变成了偶像男团团员。2019年，又因电视剧《陈情令》走红，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演员之一。一切都发生得太迅速了。小时候，肖战喜欢看故事会，里面的故事千奇百怪，命运跌宕，而使得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无常。他记得王可然第一次见他时，就告诉他，选择他是因为一种无常。他也明白某些时刻，自己和5号病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。与其说5号病人需要他，不如说那时的肖战也需要5号病人。当我们问肖战，你和5号病人最共情的一点是？寻求一个答案，任何事情的一个答案。肖战说，人物与肖战5年未见，上一次拍摄是在2020年新年伊始，后来这5年有许多新的问题发生，也让他有许多新的困惑。肖战告诉人物，如梦之梦的到来对他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不仅仅是表演层面上的突破，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和支撑。在我很需要这样的能量时，他就奇迹地出现了。他给了很多问题一些答案。他知道他必须把握这次机会，就像把握住马的缰绳。他想要决定自己的方向。如梦的答案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。接下5号病人之后，肖战开始成夜的失眠，醒着的时候都在看剧本，还没有入组，他已经背下了所有的台词。很多剧情他在家演练过很多次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那么不自信。关于当时的紧张心情，肖战和人物分享了一个细节。在一次围读会上，当他念出第一句台词时，他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这儿，全在别人身上，看似一直盯着眼前的台本，其实在用余光偷偷地瞥着其他演员的反应。直到他读完，发现大家有一点吃惊的反应，好像还可以。图书一切为戏剧中也记下了《如梦之梦》的这一段幕后故事。肖战来之前已经背好了全部的台词，他是带着5号病人的状态来的，到了就能立刻开始排练。王可然很关注肖战的状态，不仅因为他庞大的粉丝群体，更因为新版的5号病人要接受所有观众和专业戏剧人的评判。一切为戏剧一书这样总结当时的状态。一根芒刺从半年前就开始扎在这个剧组的后背上，新加入的肖战在话剧舞台上到底行不行？很快，王可然发现肖战已经将自己全部投入其中，排练间隙
演员很容易被手机吸引。但是在排练场上，王可然观察到肖战没有浪费过1分钟，他从不低头看手机。别人排练的时候，他都在旁观察、思索和学习。回忆起几年前的场景，肖战说他很喜欢那样的生活，每天都沉浸在排练中，也是一种仿若重新回到学校的感觉。大家排戏、探讨，老师反馈、修改、打磨，所有人都在一起创作。对他来说，《如梦之梦》像一所学校，也更像一场梦。首演之前，肖战的紧张情绪也到了巅峰。他是开场演员，8小时的《如梦之梦》，第一句台词就是他的。当他站定位置，追光灯一打，眼前只有一片白色，世界好像停止了。他记得那天什么都听不见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咚咚咚。当他说完第一句台词，他的听觉才恢复了。这或许是舞台的魅力。尽管全场是静默的，肖战也能感受到空气在鼓掌。王可然也记得首演当天的情况，他觉得那天肖战几乎是完整完美的把5号病人的情绪表达了出来。从2021年4月开始，肖战跟随《如梦之梦》去往全国各地，2年多时间，他出演了许多场，也得到了许多。肖战最喜欢的是每次演出结束后，导演和所有演员聚在一起共同表达，我们承载了这么多观众的喜爱跟热情，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每一个人。每一次肖战都会说绝对不会哭，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每一次大家都发现他是哭肿了眼睛回去的。他毫无保留地成了5号病人，他和5号病人之间像有一根无形的绳，每次饰演5号病人，他的心境也随之牵动。没有一场是一样的，老演员们告诉他这是对的，哪怕他演了10年，每一次也都有新的感受，这就是话剧。肖战也知道绳子那一端拉着的不仅是5号病人，也是他对表演的执着，他没有松开他的手。如梦之梦的最后，5号病人要站在舞台上清唱一首歌，每次演到这里，他会深深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中，因为在此之前，他已经预见了5号病人的死亡。从灯灭到灯亮有5-6秒的转场时间，肖战每次都拜托幕后工作人员帮他闭一下麦，他会迅速地擦干眼泪，吸溜一下鼻涕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有时那种命运交织的无奈感还是涌上来了。其中一次，他唱着唱着带了一点哭腔，他很愧疚，觉得自己的表演不完美了。当时扮演老年顾香兰的演员冯宪珍对他说：“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动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才是戏剧的本身。”成为5号病人的2年多里，肖战得到了许多抚慰、陪伴和唤醒。他一点点在这场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也找到了一些回响。在后台，他的休息牌子上写的不是肖战，而是5号病人。王可然说，他印象最深的其实是5号病人躺在床上的一段表演，那段台词让他觉得肖战是真正理解了角色，对自己的不解，对命运的不解，他必须进去，他才能够真正感受到，才能够吐露出来，才有力量。他做到了。养分，关于个体的打开是一点点发生的。舞台之外，在某些不易察觉的时候，肖战总会往外探一探，让自由的风从生活缝隙中吹进来。所有感知又一次被放大了。他记得抱妈妈的时候，一位中年女士侧身走过，她穿着一件带蓝色印花的白裙，她抱着妈妈，看着一阵风吹过，女士的裙摆荡了起来，风中有海的味道。没人发现肖战就在他们之中。他出现在滨江路，重庆最著名的城市步道，和从前一样散步。他出现在某个城市最繁华的闹市区，拿着相机到处拍照。过去几年，他偶尔也会闲逛、骑车、看电影，自在地走来走去。这些瞬间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好比我是一棵树，你有见过树在空中生长的吗？没有，一定要落地。
就是这种感觉。肖战对人物说：“真实的人，真实的生活，那是他的泥土。”我们初识肖战时，他说，烟火气对他很重要，那种生活给他扎扎实实的感觉。5年间，他接受采访时也反复强调生活之重要。他会保持对日常细节的敏感和捕捉，观察片场工作人员的状态，观察嘉陵江边的重庆居民，观察外卖骑手们。夜晚睡不着，他经常坐在床边发呆。他会思考凌晨2、3点还没有熄灯的窗户里，人们都在做什么？加班吗？还是失眠了？有时是雨夜，他会看到有人打伞奔跑，有人没打伞，却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他好奇那些人身上会有什么故事。生活给了他很大程度的滋养和力量，足以让他有底气应对难关，重新迈入自由时刻。而家庭又是提供这些滋养和力量的一个重要空间。2023年夏天，肖战和父母去了欧洲旅行，他们亲密无间地相处了1周多。上一次一家3口这样出行，还是在他高中时去云南丽江。那时候，肖战处于青春期，很叛逆，自己玩自己的，也不愿和父母待在一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又有了和父母出游的机会。他想的是，希望能和父母度过一段共处的日子，让他们能看看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短暂的旅行到了尾声，他和父母在异国的海边分别，父母继续他们的旅行，肖战结束休假去工作。这顿午饭结束后，他们将各自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那天分别的场景，他记得非常清晰。巷子很窄，窄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。当汽车驶入时，两旁的行人都要侧身，贴着墙站立。接肖战的车来了，他不能多做停留。如同0点的钟声敲响，南瓜车来接他了，美梦就要结束了。他和父母之间保持一种传统中国家庭相处的模式，爱很含蓄，也很沉默。面对爱的人，总是不会表达过多的情感，只会假装不在意地说：“快走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”但那天，肖战站在餐厅门口，他先抱了抱妈妈，又抱了一下爸爸。所有感知又一次被放大了。他记得抱妈妈的时候，一位中年女士侧身过，她穿着一件带蓝色印花的白裙。他抱着妈妈，看着一阵风吹过，女士的裙摆荡了起来，风中有海的味道，如同电影一般的场景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。说到这一幕，肖战露出了那天最动情的神态。他闭着眼，想象回到了海边，他双手在空中环抱着，好像再一次抱住了妈妈。这几乎是他的年度瞬间之一。这种全然的放松带给他了一些长久的力量。那次旅行，他也是第一次在社交网络公布了一张和父母的合影，尽管只是背影。肖战说，他和父母并不会天天联系，但有一种很强的羁绊感。父母很少去过问他的工作，并不会有太多深入对话，只会在他遇到困顿时说一句：“开心比什么都重要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不然就回家。”他发现和父母在一起时，他们永远都在说他小时候的事儿。高中时他很烦躁，不愿多听。到了30多岁，他反倒生出了多说一点，越多越好的想法。他想听听自己到底是如何长大的，这都是他的来处，也是他长成肖战的原因。几年前，他接受采访时表达过，想去寻找真实的生活。他担心自己离具体的境界太远，失去现实的判断。2024年，他忽然有所改变，或许是更多的观察，或许是那次旅行，他确认了一件事：我就在真实具体的生活之中。过去20多年与父母家乡有关的具体生活，就像一张厚实温柔的网，将肖战轻轻拖住，帮助他消解了许多对现实生活的疑惑。那是他最接近他个体的世界，那是他的泥土，也是他的养分，持续的稳固的滋养着他，让他确信自己还在切实的活着。现在肖战偶尔会做梦，梦中场景都是童年的老房子，那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，他家在5楼。每次推开房门，爸爸妈妈奶奶都在，老屋慢慢浮现，卧室客厅台灯
连厨房排风扇的样子他都记得。肖战说，那个家是像安全屋一般的存在，每当有一些疲惫或不开心，他都会梦见老屋，有时很幸福，有时醒来也会有一些怅然若失。但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必担心，只要他愿意，他都可以在梦中回到那间安全屋。不满足，那些汲取的养分注定了一个人会成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。肖战曾在纪录片《奇妙之城》重庆篇中说道，他在重庆长大，山城滋养了他20多年，每天爬山过坎逆势而上，他的日常就是在天天攀登，因此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很倔的成分。在这样的土壤中长大，他才有了许多的不满足，有了许多想要向上的念头。2024年12月31日，人物在北京的录音棚再次见到了肖战。这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到处都洋溢着新年的气息。他没有参加任何跨年活动，只是待在一间黄色的小屋子里，为后续的作品后期补录配音。夜幕降临时，他已经连续配音超过8个小时。再来一遍吧，这是肖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再来一遍吧，我再试一试。来吧，再来一次。有一段接近2分钟的内心独白，他配了几遍，导演觉得可以了，再来一遍吧。肖战又说，导演有点惊讶地反问，全部吗？随即肖战将那2段近2分钟的独白又配了2遍。与肖战合作过的几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提到，再来一遍是他在片场中最经常说的话之一。导演蒋家军回忆，拍摄《玉骨遥》时，有一次水下戏，水棚温度不高，多次进出水中，演员很快失温，嘴唇都在颤抖，但每一跳结束，肖战都会过来问拍摄效果如何，需不需要再来一条。这也是他对肖战印象最深刻的部分。同样的感受，王可然也与人物分享过，排练《如梦之梦》，很多时候他觉得可以过了，演得挺好的，但肖战还会要求自己再来一遍。他总结为，这是肖战对自己的不满足。拍摄电视剧《骄阳伴我》时，导演宋小飞每天睡前都会接到肖战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那头噼里啪啦地说，明天这场戏，导演您是什么想法？我是这样想的，您看对不对？这句台词我这样理解可以吗？宋小飞说，合作的演员里，肖战是非常突出的。工作时，他们一直保持着紧密、愉快、积极有效的沟通。他能感受到肖战的某些焦虑，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。有时候在电话中，他做的更多的是宽慰肖战：“你很好，你明天放松。”有一场醉酒的戏，宋小飞觉得不喝也行，但肖战坚持要喝一点酒。他说一点不喝不真实。那天他抿了一小口酒，脸唰的一下就变得通红。他都是要做到位，是这么一个演员。拍摄期间，只要肖战有空，他总会坐在导演身边，观察别的演员，观察大家怎么工作。蒋家军记得，《玉骨遥》有一场雪中重场戏，肖战早早的到了现场，将小折叠椅放在人造雪景中间，安静地坐在上面。他没有去打扰肖战，他知道肖战正在酝酿情绪。宋小飞也记得，在片场，肖战总是坐得很低，他怕影响别人的视野，他缩在角落看别的演员演戏，也不吝啬赞美他们演得真好。听到这里，宋小飞会送上鼓励，你也演得很好。拍摄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时，肖战会钻进徐克的小帐篷，悄悄坐在旁边，听徐克和工作人员交流，看徐克用毛笔画分镜。他说真好啊，从前只知道徐克这个名字，但亲眼目睹这一切更觉得神奇。对表演的不满足，对状态的不满足，对剧本和角色的不满足，让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5年来，肖战尽量让自己接演更多不同的角色，军人、大院子弟、设计师，也尝试不同的作品风格，年代剧、都市剧和军旅题材。这种不满足让他更好地理解了表演，也不断校准自己的判断力。只要一步接一步地演下去，握紧每一部作品，他会等来更好的时刻。最近他又选择了2个更复杂的角色，郭靖与藏海。
见郭靖之后，他遇到人就问：你们对郭靖是什么印象呢？很多人提到傻人有傻福，但他不是这么理解的。他记得徐克问他：一个傻的人可能练成降龙十八掌吗？当肖战深入理解郭靖后，他发现郭靖一点儿不傻，只不过是个很认真、很纯粹的人。有趣的是，他记得剧组第一次和导演见面时，徐克问他和庄大飞：知道摇滚乐手吗？你们就是摇滚乐手版的郭靖和黄蓉。肖战说，当他和庄大飞对了一眼，有点疑惑，但在拍摄的过程中，他理解了，所谓的摇滚乐手是那种不顾一切的执着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在徐克的指导下，天天看拳击视频，琢磨拳击手对战时的眼神。慢慢的，他找到了属于肖战版的郭靖的眼神，不是傻气，也不是呆呆的，而是一种对战时像阴一样犀利的眼神。他说，这几个月的拍摄，他从更复杂的角色理解了郭靖和他的江湖。肖战还有一部新作品《藏海传》，这是一部古装大戏，他饰演的藏海背负血海深仇，隐姓埋名寻找真相，角色的命运感和复杂性更进一步。这样错综繁乱的线索让肖战有了更多思考，也有了更多的表达。肖战和导演曹禺文是同龄人，性格中有相似的部分，都很轴很认真。他们经常会为了一个细节从线上讨论到线下，收工了还在讨论，有一天直接讨论到了凌晨3、4点。郑晓龙是《藏海传》的总导演，他告诉肖战，最重要的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去丰富角色。肖战说，郑晓龙会给他出各种各样的主意，可以这样演，也可以那样演。郑晓龙告诉人物，肖战不仅在台词上下很大功夫，也非常努力与角色共情。很多情绪戏他一遍遍的演，他演戏完全是在实践当中摸索的。肖战说，刚入行时他更多是被动接受的状态，导演前辈告诉他应该怎么演，他听着照做就是了。明白，是他说的最多的话。从《陈情令》开始，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点变化，并逐渐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在《藏海传》后期配音现场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幕。有时导演提出想法，肖战不会立刻说明白，而是先思考几秒。有时小到气息更靠近对手演员，还是更有距离感，肖战都会有自己的理解。新年就要到了，配音室里还响着肖战的声音，再来一遍，试试。2025年是肖战出道的第9年，他知道这种不满足和再来一遍还会陪伴自己走很长一段路。不要回头。5年后重逢的当天，我们让肖战看完了2020年为人物拍摄的视频访谈。视频尾声，他对着镜头笑着说，期待下一个5年，肖战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说，这是5年来他第一次回看这个视频，他从不看自己的采访，有一点不好意思，也有些尴尬。他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，那个时候自己很稚嫩，也好鲜活，哎呀，你看眼睛也都放光，很想让世界了解自己，你们快来看我。年少的时候，他听孙燕姿《年轻无极限》歌词里唱着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。那时候他想，25岁好遥远，应该也是很成熟的大人了吧。他不会想到自己在25岁时进入娱乐圈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人生。现在他33岁了，到了小时候根本不敢想的年纪。5年后，肖战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走进3字头的年龄后，肖战明显感觉到身体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拍摄《藏海传》期间，他生了一场久久未愈的病，扁桃体不停的发炎、咳嗽、发烧、面部浮肿，反反复复。有一天清晨，他要拍摄一场骑马的戏，那时他已在射雕剧组经历过小红马，骑马不成问题。那天他只是觉得阳光有点刺眼，睁眼有点费劲。没想到导演郑晓龙说，你怎么肿成这个样子？他凑近监视器看回放，只见自己肿的2个青蛙眼泡乘着飞驰。2021年，因为拍摄军旅题材的作品，他开始健身，此后一直保持了锻炼的习惯。饰演郭靖的时候，他开始增肌增重。
郭靖在蒙古草原长大，又是江湖中人，外表看起来应该是粗犷的。为了实现外貌的改变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做力量训练。旁观者也能感受到健身给肖战带来的变化。宋小飞第一次见到肖战那天，他刚刚跑完步，从楼梯一路小跑上来，头发有点汗津津，身体蒸腾了一种荷尔蒙的气息，蹦蹦跳跳的来的。因为被这个场景打动，宋小飞特意改了剧本，专门拍摄了男主角盛阳早起健身，以最快速度收拾自己充满活力的赶地铁的戏份。那天见到肖战，感觉太好了，我很想给所有人看看。健身也是对身体的一种掌控，当然，去年身体频频亮起的红灯也在警示他，他到了年龄，不再是通宵熬夜，第二天还很精神的人了。他必须更加爱护身体，去解决身体交给他的问题。过去他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会生病呢？现在他会目标清晰的去锻炼，调整自己的状态。20多岁的肖战想的是去寻找问题的答案，30多岁的肖战做的是去解决具体的问题。那么5年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？变得沉稳，也变得相对自我一点吧。肖战对人物说，他一直觉得自由和自我都是中性词。过去他可能更在意别人的判断，现在他更希望听自己的声音。命运是不可控的，但是可控的是自己。所谓自由，是拥有了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，或快或慢，或漫步或驰行，都由他说了算。缰绳不在其他任何人的手上，缰绳在肖战的手上。2024年11月，肖战发布了首张音乐专辑《我们》，其中有一首歌叫《不要回头》。MV 是这样的：在昏暗的城市废墟中，一束光打在了肖战身上，他穿过黑色的隧道，穿过电光石火，来到了蜿蜒曲折的旋转步道。这条步道一直蔓延到城市上空，他不停地往前跑，越过断裂的台阶，身边旋转的沙石，他没有回头看，也没有停下。这个场景很像肖战过去的5年，他始终望着脚下的路，一步大步向前。5年前接下5号病人时，他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找到一个答案。5年后，我们问他找到了这个答案吗？没有答案。我已经放弃寻找答案，人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做就好了，过好当下就好了。肖战这样回答。关于这一点，肖战还向人物提起了一件小事。2019年初夏，他在山里拍戏，夜很暗很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突然空中升起了一盏硕大的天灯，那是剧组照明用的天灯，非常非常大，像个热气球一样。他人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天灯，也感受到了一种指引，朝着光亮走吧，不要往回看了。那天他拍下了天灯，配上了6个字发在社交平台上。过去的5年，这个瞬间时常提醒着他，不要回头，永远。好，这个整体的这本杂志呢，内容我已经就是一边念也一边看完了。然后其实我发现，就是看实体书的时候，它比电子书的好处的是一个点，就是你看电子书的时候，虽然说速度是很快，但就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这个少了点什么，就是缺少了一点的，我觉得信息的传递或者内容的了解一个人，更深入的一方面吧。因为这篇文章它写的是很长，非常的长，非常的深入，客观表达了很多的不同的一个点。我感觉它更像一篇深度的一个采访，面对面的采访，而不是说像网上的只是说发了一个新闻。有时候我前面也做很多新闻嘛，就是这个新闻就可能就告诉他最近发生了一些动态嘛，但这种深度的这种采访，可能跟这个新闻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。就是我这次读完之后，其实我个人觉得理解的深度和看待，和对于肖战这个人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。所以说我建议，就是因为每个人他可能他去参加话剧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当时是，我个人觉得就是整个状态就是不是很好。所以说其实参加这个话剧的时候给了他精神的力量。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有时候是远超于其他的一些力量的，来自于精神方面的动力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话视频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
手机或电脑前的朋友们呢，能够尽快的拿到肖战的这个杂志，自己去深入的去了解和看一下，相信你我的感受可能会是一样的。